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说一个新的开源项目。那么这个开源项目呢，大家看这个名字应该比较眼熟，因为咱们之前说过它的两个子项目，就是这个 V 和这个 Torque。它这个系列的项目呢，其实都挺大的，对这个配置的要求也比较高。因为它是一个系列的，咱们前面两个介绍过了，所以这个最后这一个呢，我们也接着把它介绍完，这样的话整个系列就全部结束了。那么这个项目的效果呢，就这样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可以通过这个一个图片，然后配一个动作，就可以让图片去跳起来。大家看这个效果确实还是不错的。我们放大一下，再给大家放一下，它确实是跟这个跳舞动作是完全一致的啊，整体效果还行。下面是它的安装方法，还是有点麻烦的，所以我们大家也不用看了，直接给整合包。那么这个是它的整合包，大家下载下来之后呢，这边是有4个启动文件。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启动文件呢？因为这个我实际尝试了一下，这个512的这个启动，就是我们最终出来的视频，因为它比较大嘛，如果这个没有这些限制的话，那么最少得16G 显存，这个项目才能跑，加上这些256，咱们这个8G 的显存，然后也能跑起来，就是效果可能不是很理想，但它最起码是能用的。然后我们来说这个使用的话，大家第一步用的呢是这个文件，因为你要先生成这个动作，它这边中间呢都是有这么一个动作的啊。我们通过这个文件，然后就生成这个中间的动作，这个咱们给大家做演示。那么这个怎么做呢？就在这儿，这个文件夹，再点进来之后呢，这边有个图片，这边是我的示例图片，这个大家注意啊，这个名字不能改，就叫 ref 点 png， 名字不能改，名字必须一样。然后呢，这个视频也是，你把视频搁到这儿，然后呢，这个名字也是啊，名字不能改，必须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看一下，好，一个跳舞视频。为了就是节省一点这个演示时间啊，这个视频我切了一下，我只切了这个前面的3秒钟。那么这个是这个动作，我们先来跑一下，点一下，它会自动检测这个文件夹里的这个图片和这个视频。检测完之后呢，会生成这个相应的一个动作，这边生成2个文件夹，跑完了，大家看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。那么最后它给我们生成了这样一个文件，来看一下，这是刚才跳舞的那个视频。好，这是这个，我把它关掉。那么我们生成这个动作之后呢，接下来就要实际去跑这个视频了。跑这个视频也是，那么它首先它调用的图片还是这边这张图片，所以这个名字大家一定要保证一样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直接点就行了。这个它会通过那边文件夹里的图片名，加上刚才我们生成的这个动作，然后去合成最终的视频。我们下面这边呢有4个启动文件，这个是有区别的。首先这个256和512，这个是说视频的分辨率。那么这个512的分辨率呢，需要16G 显存才能运行，所以这个大多数人应该是没法用的。所以咱们大家呢，8G 显存开始，你就可以用这个256来运行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后面这个 FPS，比方咱们上面那个视频的 FPS 可能是20，那么这个半 FPS 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最终生成的那个完整的视频呢，它的 FPS 是这个10，只有这个原视频的一半。这样的话，这个运行时间、消耗资源呢会略微的少一些。如果大家的配置比较低的话，那么你可以考虑使用这个。这个呢是跟原视频的 FPS 保持一致。所以正常来说，大家用这个256就可以了。上面这一个，那么我们来给大家跑一下，它会自动去调用那个文件夹里的视频和那个动作。这个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际的占用。那么这边还在运行，大家稍等一下，这边开始跑了。然后这个大家看这个占用是吧？9.7个G，加上下面这个总共是10G 左右。因为只有3秒视频，所以速度也挺快的。这个呢我就不跑了，我已经提前做完了，直接给大家看结果，把它关掉。这个结果在这个文件夹里面，这个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它这个合成出来的视频效果啊。它这个动作也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动作它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，只不过这个脸部和这个手部有问题。那么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把它这个分辨率调得太低了。实际上正常来说呢，你用这个512的分辨率或者是更高的分辨率，那么最终跑出来的结果呢，是跟它这个演示的例子是差不多的。那么它这个需要高配置的一个支持，低配置的话虽然说能跑，但是肯定会是受影响的。那么它这边也跟我们说了，512这是需要16G 的显存，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这个
分辨率呢会影响最终的结果啊，尤其是这个人脸区域的影响。那么这个结果呢是很正常的，是因为咱们配置不够。那么它这边呢还给了我们一个解决方法，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脸部不好，可以用这个 Face Fusion， 就是用换脸工具把这个脸处理一下。那么我这边呢也给大家处理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。这个就是最终处理过的之后的结果，比刚才的效果要好很多。当然这个手还是有问题啊，不过这个就很正常了，因为咱们用的是256的分辨率嘛，它这个影响就比较大。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支持这个 Canva UI， 这个呢我也给大家做个演示啊。Canva UI 在这儿，那么它这个安装呢也不是太复杂，它还是这些模型，还是这些东西，我们把这个模型大家直接拷过去就可以了。拷过来之后呢是这样，这边是我这个模型里面的一个节点，这边我把这个模型全部拷过来了。那么其他这些需要安装的东西呢，就是这些东西大家自己装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么怎么装呢？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如果你有这个秋叶这个整合包的话，那么它这个安装就比较容易啊，你直接搜索就可以了。在这边这个版本管理这边有个安装新扩展，然后它这个名字叫这个，你来搜一下，搜出来之后直接点这个安装就可以了。它会把这个前面这些步骤，包括这一项，然后就全部就做完了。至于这些东西呢，它需要我们去手动安装。这个秋叶整合包非常的方便，推荐大家使用。如果说你在运行过程中呢发现报错了，那么可能是这一边呢某一项没有装上，没有装上的话需要你手动自己去装。那么怎么装呢？这个就是这样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CMD， 然后呢你来这个找到我们这个文件里面的虚拟环境，它这个虚拟环境在这儿啊，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个这样的 Python.exe， 输入一下啊，因为我们是在这个目录下打开了这个 CMD。好，大家看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找到了这边这个文件夹里面的这个 Python 文件。然后呢，我们怎么样去安装这些东西呢？这样啊，然后呢，我们中间打个杠 M， 我们直接把这个复制过来就可以了。比如说我们装这个，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去安装。因为我这边之前装过了，所以这边就没法去重复去装，就这么装。大家记住这个方法。全部装完之后呢，我们来启动这个文件，点这个一键启动，这个咱们稍等一下。大家看到了，这是咱们这个使用界面，因为它这个官方是有工作流的，官方给了个工作流，所以这个咱们直接下载这个就可以了，直接下载，下载过来之后拖进来，这个工作流就这样。它这个 Canva UI 呢使用是特别的方便的，这个是你在这边选择一个视频，这边选一个图片，那么我们这个还是跟刚才保持一致啊。我刚才选的是这个人，咱们来保持一致，其他就是在这边改一下这个分辨率啊，这边改一下这个分辨率256。咱们把这个最终生成结果256，如果你有16级显存的话，那么你这边就512，其他也不用管，保持默认。那么咱们直接来开始运行，这边呢需要点时间。这个 Canva UI 呢，它除了这个方便之外呢，它对这个整体的这个配置的要求会比我们这个整合包低一点。这边开始运行，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花了9.0个 G， 这个确实比刚才的要少。现在这边跑完了，看一下这个视频效果，大家看这个视频其实是跟刚才差不多。还是这个手和脸是有问题的，这个咱们是256嘛，然后你自己处理它一个脸就可以了。那么整体的动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大家拜拜。